大家好，我是无面不欢，我是来自大连。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菜叫家常刀鱼。首先第一步，把这个上面的鱼鳍，我们这个要给它剪掉。再一个，鱼新不新鲜，一定看这个血哈。要是血如果是白色的，就是经过冰冻的，它就不是鲜冻的。咱们先去了内脏啊，这个黑膜一定要洗掉，洗干净，要不然它会很腥。鱼肚子一定要冲干净了。今天这个家门刀鱼的关键点在于这个切工上，切的像筷子这么宽就可以，均匀的切好。下步我们来调汁儿。这个大概是10到15克的酱油哈，白糖应该是3克，味精少许，然后我们再来点葱，来点蒜，八角。我们大连这块做鱼愿少放点猪油里边，胡椒粉少许。家里如果有老汤哈，放点老汤里边。今天老汤没有了，咱们就来矿泉水一样的。这不用放太多油啊。我今天这个油是已经做好的，自己家做的料油哈。正常的，如果在家用豆油的情况下，就把它一定要烧开了再放进去。里面放了葱、香菜根儿，然后圆葱。还有我们放了八角，放了那个桂皮，一起炒香的。炸至定型再翻过来。煎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放酱料啦。火不要太大，就慢慢让它在这咕嘟，我们大连就咕嘟啊。那就是这样式，就让它淋一淋，往上吸汤就好了。汤吸进去了，跟那个肉融合起来，就很好吃的。烤差不多了，这些葱啊、姜蒜味道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剪出来了。到大概10分钟左右吧，就可以给它剪出来。但这个不能熬糊了啊，熬糊了就苦了。汤一定要不停的往上淋。一定要它粘稠了才能盛出来，这就稍微有一点粘稠了。鱼的表皮上已经开始滋滋冒油了。行了，我们这就是简单又好做，出锅。我是菏泽于建愁，我今天要做的一道菜是地三鲜。地三鲜就是茄子、土豆、尖椒。这个茄子咱们先改刀哈，改成菱形块，再把土豆改刀，就切成比硬币稍微厚一点的。这个辣椒啊，咱也给它切成菱形块。扭不开，不好意思。之后就是这里放点那个面粉粉面子，给它挂一层糊，一炸它有就是外面有一层脆壳。这个吧，按理来说，要是说的应该打皮，我一着急忘打皮了。咱就大概的就是你能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哈，然后咱就开火吧哈。怎么用？油少了，它炸不开呀，它容易糊啊。
油温是6成热就可以，不用达到非常非常热，非常非常热下去了它就糊了。土豆炸到两面稍微有点发黄。它就是外焦里嫩，要不你就炸的它就是外面有一层硬壳的，吃起来它外面有点酥，有点脆的感觉。一会儿我做好你们吃，你就知道什么口感了。你看把这个炸的稍微这外面有点就是微微发黄，有点微微发黄，这样式的就把这个再倒在里边，我再回炸一下。这道菜会播吗？不会播吧？我这道菜这会播呀？这炸完以后，咱一调汁儿，调咸淡就可以了。把葱花和大蒜爆炒一下，炒香。加入生抽，稍微搁点老抽会调一点颜色。放点盐，白糖是提鲜的，有味精，勾点芡。今天我们做这道菜地三鲜就已经完成了，请大家品尝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闪闪惹人爱。实际作为北方的厨师啊，我们的小米如何被当代人更好的去喜欢？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素鱼子的口感。好，下来我就把它的主料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。我这个是已经蒸好冷冻出来的米，因为这样子小米啊含糖量非常低，它含丰富的矿物质。好，这里面我配了5色啊，是按5行走的。第一是红色，彩椒啊，它有这种清香感；洋葱它因为花青素的含量很高嘛，所以说它抗氧化啊。芹菜更多的是给它一种天然的香味。香菇含氨基酸嘛，能增加人身体的免疫。最终我们这边还加入了一个新鲜的粟米，让它起到这种甜的口感啊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原材料的加工了。现在这个基本放在丁粒的这种大小就可以了。下来我这样子，我在这边叫它蒸着米，这边我开始把这个生料要把它煮熟把一会儿要调味的蒜油要做出来，青青草把它炒成金黄色，它就香了。炒好以后就可以下酱油了，白胡椒，再来2滴香油。同时我会把已经蒸好冷冻的小米2次进行复蒸，像蒸这个大概就是12分钟。好，现在我要焯水这些生料啊，因为这些东西是直接要拌实的，所以说我要用纯净水进行叫它冰凉，而不能用自来水啊。把芹菜放进去啊，好，放到我们的纯净水里面。水果玉米啊是生的啊，所以说要多煮一会儿。我加入油脂，叫它轻轻的炒。实际这里面只需要盐巴，什么都不需要。炒香菇不要着急，一定要把它炒塌，它属于水溶性氨基酸嘛，让它浓缩，就有香菇的香味。好，看完它的身子缩到2/3的时候，就可以什么加盐巴了啊。像刚才我用这50克的香菇，就用了0.3克的盐巴啊。本身香菇就含无机盐啊，一下子缩掉了将近1半啊。要没有炒到，你的香菇是没有香味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用了个煲。为什么用煲啊？如果想吃温热的，可以拿煲再把它焗一遍，这样子
就有拌饭这个热气腾腾的香味。要是想吃凉食，就是这种温拌的，就可以直接拌食了。行，把蒸好的米啊，你看就很松软，整个均匀。这时候就把我们刚才采的这个料啊，就可以朝里放。你想怎么做，就像一幅画一样，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变成一幅油画。这时候，我想让它这碗饭能居出锅底的锅巴味啊，不着急，让它有米香味以后啊，再下味道，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。好，这时候你能听到这种声音，也能闻到米的香味了。打开，你感觉上面是没有温度的，这时候你把你刚才做好的金蒜的汁儿浇上去，你听到它就出来了啊。这时候拌饭最美好的时刻就来了，你要搅拌它。你看，金黄色的米，熟芝麻撒一点，一份低油、营养均衡、色彩缤纷的拌饭就好了。我先试一口啊，我喜欢辣椒酱，我就加了一点点这种无油的辣椒酱，一定要无油啊。带有锅香气的这种素鱼子拌饭，就是我们的小米杂粮拌饭就做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吉厨房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我们内蒙的一个家乡菜，内蒙的烧麦。南方的烧麦是以这个糯米为主，内蒙的烧麦呢，主要是以这个羊肉和大葱为主啊。这点大概也就是半斤的肉吧，我们先倒到这个盆里面。这个调味呢也比较简单，因为你就是好一点的羊肉，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调味，我们就只加一点，我们加一点盐就可以。先来这么1勺半盐。这是干姜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加这个姜末就可以了。再加一点这个花椒粉，来1小勺。这个胡椒粉呢，可以稍微少来一点点。我们戴个手套，开始和这个馅儿。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，然后让它羊肉呢增加一些它的一个汁水，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去把它抓拌均匀了。这个主要的作用呢，还是让它羊肉黏膜给它打出来，能让它起到一个就是粘连的一个作用。它的肉不是像那种一咬开就是散的，它还是像那种抱团的那种感觉。你看我们搅的时候，它就会明显的看到这个羊肉才有粘连，而不是说它还是一颗一颗的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摔打2下。打好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切好的葱往这边放，我们再可以给这个葱这边来点稍微来点这个花椒面和这个干姜面，再可以加一点点的盐。我们把这个葱放到一边，先拿这个胡麻油，然后倒到这个葱的这边，先不要让它去跟羊肉去混合起来，先去搅拌这个大葱，让这个大葱的香味先激发出来。其实这个油呢，它有一个独特的香味在里面。我觉得它去调节一些的馅料啊，或者说烙一些饼啊，我觉得要比这个像我们吃的花生油啊、大豆油啊这种的更的香味更独特一点，更香一点。调好馅儿我们就可以包了。一般在家里做的工序比较繁琐，我们可以在网上啊、线上都可以买到这个烧麦皮。拿一张，然后把这个馅儿，我们可以馅料多一点，然后这么一折，这样可以一捏它就可以了。这要相比，我觉得会比包包子会包饺子特别会更简单。好，这有8个包好了，这水也开了。再加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笼屉，因为今天没有这个笼屉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上面，把它摆上去，我们就可以蒸上了。它一般蒸个10分钟到12分钟就可以了。水开了以后，把这几个再包上。有，现在。它传统的就是羊肉大葱的，现在开始也有做素馅的、素3鲜馅的，像比如说我们搁点韭菜、鸡蛋啦，现在也有做猪肉的，也有做牛肉的，什么各种各样馅都可以，甚至鸡肉都可以。差不多该熟了，这烧麦也就好了，我看。那么今天这个羊肉内蒙的一个羊肉烧麦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做完了。然后我也想就是通过做这道菜呢，让大家去更能认识到我们内蒙古的一些美食，去体验内蒙古的一些美食，知道我们内蒙古的一些好的羊肉、好的一些牛羊肉的它的一些产地。
大家好，我是滇小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黄焖鸡。为什么推荐这道菜呢？因为本身我也非常喜欢吃这道菜，而且关键是它很好做，而且味道很好。黄焖鸡呢，我们一般是选用这个三黄鸡，因为本身的话它的肉质会更好一些。然后有一个云南的桃果，然后大蒜、姜，少一点点水。好，我们锅中下入致死量的菜籽油。因为这个菜呢油会比较大一些，因为我们的姜蒜是泡过水的，然后大家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它可能会有油飞溅出来。然后用油给它慢慢的养着，给它炸透炸熟，炸出香味，不要炒得太焦。在这里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你一旦听到可能油炸的这个声音比较大的时候，可以打算着闪躲一下，这个也是一个小窍门。因为这样就不太容易受伤。水分榨干以后，加入辣椒和草果，鸡肉下去可以。炒鸡肉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火候开大一点，可以让它表面炒的稍微有一点点焦焦的这个感觉是最好的。然后加水之前，就可以先把老抽倒进去，稍微炒一炒。因为老抽炒一炒，其实味道会更香一些，有它独特的香味。好，那开始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尝的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就好，不用太咸。因为这个菜我们等会还要收汁，生抽，加一点点的白糖。最后还有一个小诀窍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醋，它可以调和一下味道，吃起来没有那么腻。因为我们这个油放的还是蛮重的。好，那我们盖上盖子，稍微给它焖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调一点点的这个生粉水，等会儿的话也是让更好的收汁。如果你本身里面加了土豆的话，这一步就可以不用做了，因为土豆本身的粘性呢会让它到时候汤汁非常浓稠。其实只要大概你抓的时候有一点点沉淀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稠的这个感觉就好。好。稍微给它开个盖子，把它的汁收一收。其实这个水呢，只要大概没过鸡肉的一半就好，没有第一次来。我觉得长沙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，所以我觉得吃的还蛮适应。就我们那边也会吃一些辣椒啥的。我一直以为可能这边会辣椒会放得很重那样，但是还好。而且这边我发现。大家好像会用紫苏用的比较多，像炒鳝鱼啊，或者是今天我们吃了一个蒸的那个鱼，它也是辣椒里面放了一些紫苏，我觉得香味还蛮特别的。因为这两天我们吃了很多家餐厅，感觉有一些烟火气很足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之后可能会来单独玩一次。好，稍微勾一点点芡，这个芡粉呢一定要火稍微小一点，不要让它沸腾状态，然后少量的下。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味精，味精的话一定要最后再加，太早加的话，它其实它的鲜味就煮没有了。然后淋上一点点油。好，拌匀了，我们就可以出锅喽。好，那今天这道黄焖鸡呢就制作完成了。整体的口感呢，蒜香姜还有姜的味道比较浓郁一些，还有菜籽油的香味。最关键的是，你可以自己 DIY， 你可以在里面不管加入你喜欢的一些食材，像土豆啊、莴笋这些，非常下饭，而且操作很简单。大家学会了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妹，我是大连海王。Hello， 我是早餐爸爸。我今天这身打扮，影视模组变成了中餐模组。我会用到一个鲜活的盐仔蟹，直接砍半。这蘸的太滑了，我的妈呀！我怕嘎熟，我的妈呀！这跟武器匕首一样，这个得给它剪了。哇，这种天然的野菜沙律，真的很祝福。趵突全了，快看，趵突全了。被我做好走了，那就上个美女来骂我，大厨的做面条都不熟。觉得这一餐菜感受怎么样？